中俄联合开发重型直升机这件事呢，经过长时间谈判，现在基本上已经一锤定音，确认中方是主研方。俄罗斯在直升机产业方面，特别是在研发重型直升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那么，为什么双方联合开发的未来重型直升机以中国为主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直升机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安德烈·博金斯基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今年年中签署了一份合同，决定共同开发重型直升机。那么，根据2016年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俄罗斯的直升机股份公司和中国航空直升机公司计划共同开发先进的重型直升机 AC-332AHL， 并在中国启动其系列化生产，以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据波金斯基称，俄方将开发一些部件，包括变速箱、尾桨和防冰系统。这架直升机需要大约13年的时间来研制和建造。那么，中方公司将成为直升机的主要研发者，而俄方公司设计未来直升机的一些关键部件。中方将从整体上组织重型直升机项目，这里面呢包括设计、原型机制造、测试、认证、准备和批量生产，以及直升机推向市场和整体的协调工作。而俄罗斯的控股公司则提供技术，并在合同的基础上开发工程建议书中所确定的单独的机械系统。据报道，这款重型直升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38.2吨，升限呢达到5700米，最远航程大约在630公里左右，最高速度为每小时300公里。当载货时 ，AHL 重型直升机的载重能力在10吨左右，而采用外部吊挂的方案时 ，AHS 的承载能力最多可以达到15吨。那么这个能力应该说完全能够满足中方对重型直升机的需求。15吨的吊挂重量足以让这款重型直升机吊着一些重型的机械，飞越丛林、山区，抵达要救援的地区。当然，如果是10来吨的装甲车辆，比如说步战车，那么用吊挂的方式呢 ，AHL 也可以承担。这大大的有助于提升我们陆军或者是海军舰载航空兵运送物资、人员和装备的能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款重型直升机开始双方谈的是合作研制，可能各占一半的股份，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各承担一半的任务。那么现在最终谈下来的结果是中国承担主要部分，而且以中国研发为主，甚至这个直升机的型号呢，也是由中国来确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重型直升机的研发需求而言，中方大于俄方，因为俄罗斯的空天军或者是俄罗斯的陆军已经装备有重型的米26直升机，因此对这款起飞重量也好、载重能力也好稍微小一点的重型直升机，他们的需求量并不是很大。而中方的过去没有研制和生产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4吨的重型直升机，因此我们的需求在这方面是刚需，而俄罗斯的需求恐怕是软需。那么既然是刚需，我们必然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开发这款重型直升机。而一些关键性的技术，由于俄罗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而且呢他们的技术水平相对来讲也比较高，因此由他们来承担也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变速箱，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发动机、机体，由中方来承担研制，应该说也是比较可行的。因为不管怎么讲，我们在开发13吨、14吨级的大型直升机方面呢，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搞出这么一个大的壳体，对中国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200多吨级的运20我们都开发出来了，那么几十吨级的重型直升机的壳体的建造
对中国来讲不是问题。那么机载的航天系统，中国要比俄罗斯先进，用中国的国产货，应该说又快又方便，还便宜。现在最关键的是动力装置谁来研制？俄罗斯这次承担的重型直升机的研发不包括发动机，只涵盖了旋翼和减速装置。那么发动机来源于何处？这个呢，确实是很多网友所关注的。我想可能有几个来源，一个是我们国家通过这些年大推力发动机的研制，某些合用的发动机可以通过改型的方式，利用原有的核心机发展出一款可以用于重型直升机的涡轴发动机。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从某个国外引进相关的技术，双方合作研发或改进，从而呢让中国能够生产一款可靠性比较高、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大功率的涡轴发动机。那不管采用哪个途径，目前情况看，应该说可行性比较高，而且在10多年内呢，大致都可以搞成。因此，从这次签订的合同看，中国确实承担了中俄联合开发的重型直升机的大部分工作。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彰显我国在直升机，特别是在大型重型直升机的开发方面，目前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把这款先进的重型直升机经过10多年的努力送上天，应该说是完全有把握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